3年前，阿娘用半筐炊饼贩回一个病秧子。便宜奴仆，身契齐全，随便拿粮食就能换走。这些够不够？就这些，买个病秧子倒是够了。走吧。阿瑶娘，半棚炊饼换这病秧子，是给宁瑶师办童养呼呢。他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只是一味教我识字。阿瑶，这个字再写一遍。夫君，别罚我嘛！后来沈妖说他要走了，阿娘为了给他凑盘缠，卖了家里的大黄牛。这牛年岁不小，力气逐年变差，也就值这点银两，多1分我绝不出。家中急需银钱，就按你说的价钱成交吧。路上小心，盘缠省着点花。阿娘，我会的。我叫沈妖，等我回京做了大官，就会接阿娘和阿瑶去享清福。阿瑶，阿娘怕是熬不过去了。阿娘，您别胡说。去寻沈妖，他答应过阿娘的，让他回来。阿瑶，此去京都要照顾好自己。哎，阿瑶这是要出远门？张叔，你这是要去送货，能不能麻烦你送阿瑶一趟去京都？阿瑶娘放心，我必定将她平安送到。可是京都那么远，我不想去。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不是，阿娘，不是什么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若是寻不回人，你就不用回宁家村了。再敢磨蹭，1天3顿竹板炒肉伺候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阿娘。阿瑶别怕，有伯伯在，一路护送你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听说了吗？沈妖沈大人今日又得了圣上的赏赐。可不是，沈大人如今可是圣上身边的大红人，圣眷深厚，未来前途不可限量。是沈妖，是我的夫君沈妖。阿瑶，走了1个多月，终于是到京都了，前路只能靠你自己了。好，谢谢伯伯一路相送。大娘，我向您打听个人，他的宅子轰隆又大气，门口有2个石头狮子，他姓沈，叫沈妖。往东走，走到巷子最里头就是了。小丫头真是想不开啊，好好的非要去见什么火焰龙。沈妖才不是什么火焰龙，他人很好，性情温和，待我更是温柔体贴。原来这就是沈乔的家，他真的做到了，当真做了大官。什么人敢来镇抚司撒野？我是沈乔，沈大人的未婚妻。你的未婚夫是谁？沈妖。第一次见坑蒙拐骗，坑到活阎王面前的。我们定了亲的，在宁家村，我和沈妖可是当着沈女娘娘的相定亲的。他说回京后安顿好一切，就会来接我和阿娘。说你们早已定亲，沈瑶当年何时去往宁家村？又在你家中住了多久？他16岁那年到的宁家村，在我家中住了数月，一直是我阿娘照顾他。他当年离开宁家村回京，可有留下什么信物？何时说过要接你们母女？他临走前，我阿娘为他变卖了家里的大黄牛，凑齐盘缠。你可知他本名姓氏？敢确定你定亲之人？他就叫沈瑶，当年在村里日日教我识字。这是什么声音？
怎么有这么浓的血腥味？伯伯，我听城门口的人说，沈大人是天子身边的红人，风光无限。可这里怎么会有血腥味？他怎么会住在这样阴森的地方？沈大人到！娘在家都快要死了，夫君。谁？沈大人，这姑娘兴许是找错人了。她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说出去的话还想收回去？不是这个沈妖，我要找的是另一个沈妖。叫什么？沈大人，这姑娘寻人问事，应是顺天府该管的事儿。是要告什么？告还是不告？不告，挨10板杖就可以走。10板杖？如何？我告。把画工叫过来，你把要寻之人的特征细细描绘给他听。我夫君，他很温柔，性情好，对我也好。他生得很好看。沈大人，这小子画不了，照他说的话，画出来的得是活神仙呀！这世上哪里有这样的人？小姑娘，早点归家吧。沈指挥使，斗谁不好，非要斗个傻子，我看那小丫头都要吓哭了。我看她倒是聪明，至少知道这里谁模样生得最好。哼，同样是相貌堂堂，怎么人家状元郎季卓林就成了宰辅大人的乘龙快婿，你沈妖却偏偏在锦衣卫负责这种脏活？你们听那姑娘说了没？她说她是10州宁家村来的，这山高水长，也不知道找能不能她夫君。可不是，我看那姑娘也怪可怜的，她家里还有个病了的娘呢，估摸着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想着给女儿一条出路。8成是沈渊那王八羔子早就娶了妻，故意诓着石进长的丫头。她一个乡下小姑娘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找到人伤心一场也就算了，这要是找不到，被人伢子拐了去，可就是真可怜了。你去做什么？哟，沈指挥使这是心疼上了。我心疼，我是怕他死在外面，锦衣卫惹得一身腥。咱们锦衣卫何时怕过这些是非麻烦？你从前说过会给我买一座大宅子，门口还要摆上我最喜欢的威风石狮子。京城带石狮子的人家不多，我一家一家找，总能找到你的。快看，那位就是嘉庆8年的状元郎，天子门生，右相家婿啊！可不是，季大人与陆相千金，当真是郎才女貌，一对璧人。是他，我的夫君沈妖。沈妖，夫君，沈妖。夫君，他怎么走了？他肯定没听见我叫他，他肯定没看见我。哎呦，小姑娘，你起什么起？这京城重地，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哪来的乡下丫头？没见过世面吗？撞了贵人可赔不起。季哲灵，认识？才不是季哲灵，他是我未来的夫君沈妖。不要把这个名字和你所谓的夫君联系在一起。哦，可是刚才街上的人太多了，我没能和他说上话。他还不晓得我来京都寻他了。沈大人，你最厉害了，你是我见过最有本事的人。您这般本事，帮我和自家夫君见上一面，想来算不上什么难事吧？自然，整个上京就没有小爷我不知道的事。那我夫君的下落也不是不行。想要你未来夫君的行踪，
5两。金子。金子，沈大人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这5两金子先湿着，等我找到我的夫君，他很有钱的，到时候就可以把金子给你了。哦，你那夫君当真会认账？他说话算数，他一定会还的。你既在京中没有居所，且先住下等我消息。大人，给他安排一间院子，衣食出行一应打点妥当。是，大人。宁姑娘，您且在此处安顿，有何所需，唤我便是。这是沈大人的家吗？宁姑娘误会了，这里是镇抚司的别院。宅子这般宽阔，怎么冷冷清清？宁姑娘，该吃点东西了。云舒姐姐，你来了。这几日我都想找沈大人问问，我夫君什么时候能有消息呢？宁姑娘，咱们沈大人那可是锦衣卫指挥使，忙着呢。他很忙吗？这几日我都见不到他，我睡时还没归，我醒来他便不在了。是啊，有时候大人他深更半夜才回来，天刚蒙蒙亮，5更就又出门了。锦衣卫的差事刀口舔血，哪有清闲的时候？沈大人，你回来了。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的夫君啊？不行，我不能只靠沈大人。罗大娘，您在这京城里住了这么久，可认识一个叫沈旭的？他之前是个书生，后来做了大官。哎呦，沈旭这名字倒是听过，但你说他之前是个书生，这我就没印象了。还是没有一点消息。云舒，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我认不太全。明日他在嘉五湖泛舟游湖，这是个好机会。夫君，他明天会在嘉五湖？哼，我好心提醒你，你那夫君明日家人在侧，可不见得会搭理你。家人？他的家人会不会不喜欢我？你去见心上人，总不能穿成这样。这叫人怎么好意思？我不能收。宁姑娘，这是大人特意吩咐的。大人说，姑娘是他的贵客，不能穿得寒酸。是啊，宁姑娘，这些衣裳都是咱们京城最好的成衣铺子里的，贵着呢。什么？你在我这儿借住，出去却一副穷酸样，叫旁人知道了，小爷我还怎么在京都？怎么混？你以为你的名声很光彩吗？外面都在传锦衣卫指挥使沈妖杀人不眨眼，恶名可知小儿夜令。哇，这里好漂亮！我从来没在这样的浴池里洗过澡。在宁家村，大家伙儿都是用井水打上来，在灶上烧热，热水是很珍贵的，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，阿娘才会烧那么多热水。姑娘是有福气的，奴婢也没用过这样的浴池，这可都是沈大人特意为您准备的呢。那我们一起洗。那怎么使得？这是金子做的簪子吗？是啊，姑娘，沈大人特意命人准备的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这太贵重了，要是弄丢了，我可赔不起。我还欠着沈大人5两金，又白吃了他家好几日的饭，我真的赔不起的。假的，里头是铜做的。哦，果然是人靠衣裳，马靠鞍。又说怪话。别磨蹭了，你那夫君还见不见？沈瑶，我来找你了。你忘了我和阿娘吗？在宁家村，我们定了亲的。你说你会接我和阿娘，我们等了好久好久。哪里来的村姑，穿金戴银，粗俗不堪。先上船吧。那你说我叫什么？沈妖。原来是个傻子。你记好了，我叫季卓林，可不是你的沈妖。为什么他会叫季卓林？姐姐生也说他是季卓林，可是在宁家村，他分明亲口告诉我自己叫沈妖的。沈妖，你听我说，从前在宁夏村，放肆哪里来的疯丫头！
给我打死这个贱婢！一个傻子而已，有什么值得计较的？陆小姐是宰相千金，与这种人计较，若传出去，只会辱没了你的身份。我只想成婚之前，一切都顺利一些。成婚？他要和他成婚了？怎么好好的又咳起来？府医，快过来给季大人把脉！将雪哈梨膏拿来。这碗梨膏不够温热，怎么能给季大人用？到了，再拿一碗新的。季卓林才到宁家村的时候，一条腿险些废了。这腿伤得重，若无好药，恐会落下残疾。咱们哪有钱买那些好药啊？阿瑶，这药渣……没事，阿娘说药渣可以再熬一回。神药哥哥，你等我一下。这个甜甜的，你喝了就会好了。养一个人是这样费钱的，我没有那么多银子，可他和陆小姐在一起，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。雪鹤梨膏这名字听起来就很贵，我连听都没听过。那位陆小姐却会因为不够热，随手就吩咐婢女倒掉了。在宁家村，那些孩童欺负我的时候，陆小姐不愿与一个傻子计较。季卓林总弯腰拾起石子，很严肃地告诉我，日后谁要是喊你傻子，你就这样打回去。阿瑶，日后谁要是喊你傻子，你就这样打回去。这3年，我每日都练习，石子已经扔得很准了。如果有人欺负他，我就可以保护他。他不认识我了，他也不叫沈瑶，而是叫季卓灵。他不认识我了，他真的不认识我了。怎么着，小瑶儿，你那夫君还要不要了？阿娘说一副好皮囊不能当饭吃，可此刻看着他，我却觉得这副好皮囊很可以下饭。你的眼珠子是捐给狗的吗？3岁孩儿都不会在这种路面摔跤，你还能走得这么精彩？你凶什么凶？他不认识我了。真香。我看他8成是失忆了。失忆？就是忘记了一些事情。你瞧他今日那副模样，活像个认不出自己娘亲的愣头青。那他是真的忘了我吗？不是故意的。我问你，他之前是不是受过伤？他之前腿伤得很厉害，走路都困难。这就对了，我爷爷他小舅子外甥的儿子也是受了伤，头撞到了石头，睡一觉醒来就前尘尽忘了，连自己是谁都记不得。对啊，我也是。我幼时被阿爹用石头砸了脑袋，醒来后就不记得以前发生的事了。原来我那时也是失忆了。那年你多大？6岁。所以他不是不理我，只是失忆了，对吗？可就算他是失忆了，我也没有银子请大夫给他医治。万一他一直记不起来，是不是就永远认不得我了？怎么会呢？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这簪子看着俗气，我还给你吧。你带着还不赖，不过就是件死物罢了，你不必自卑。总觉得自己稻草一样的头发配不上这精美的珠钗。是谁说这金子俗气？是那位陆小姐说的，穿金戴银，庸俗不堪。当时季卓林就站在她旁边，想来也是认可的。你可知我这般努力，又是为何？当年在宁家村，沈妖哥哥总是对着村子南边的老槐树发愿，围观者当廉洁奉公，肃清朝堂，公尔忘私，力不走就。肤浅。
为了银子。那大宅子那衣裳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哪一样不沾铜奏？人为财死，天经地义。宁姑娘，您这是要走了吗？留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了。云舒姐姐，沈大人今日同我说，他拼命做官，立足朝堂，全都是为了银子、大宅子、锦衣美食。是啊，大人平日里便是这般说辞，总说自己贪财慕利。可我想不通，你之前同我说，我穿的这些新衣都是成书铺特意连夜送来的上等新品，花费定然不小。没错，每一件都是上京顶尖成衣铺的货，掌柜次连夜送新样式过来，专供姑娘挑选。既然他这般看重锦衣好物，为何从来不肯给自己置办新衣？我看他平日里的常服，来来去去就那几件。宁姑娘当真是观察入微，大人常年身居高位，手握权柄，可一身常服寥寥数件，连一只小小的香笼都填不满。还有吃食，我出来沈宅时，他嫌我瘦得像饥民，丢尽脸面，让人每日给我多加2个荤菜。如果他当真只是为了好衣裳、好吃食，为何不买给自己呢？他为何不让自己吃得好一点呢？沈大人，谢谢你这几日的收留，我此番前来是向你辞行的。刚才镇抚司抄了一户罪臣府邸，收缴了不少物件，上面瞧不上那些皮毛料子。早前你送云舒的荷包我看见了，绣工虽不算顶尖，勉强也能入眼。与其白白浪费手艺，不如好好利用起来。这我不知道该怎么利用。你人小，不懂得上京才是赚钱的好地方。再有2个月就到宁关了，难道你不想回宁家村的时候，给你阿娘抓几副好药，让她夸你一句孝顺的好大儿？沈大人，您说的对，我要给阿娘抓几副好药。沈大人，那我们商量一下，那些皮毛我拿去缝制成护膝去卖。哦，那你打算如何分账？届时4、6分，您6我4，毕竟皮毛是您的，我只出绣工和力气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宁丫头，今天这天儿真冷，生意不好做啊，吃个炊饼暖暖身子吧。谢谢罗大娘，这雪下的，人都猫在家里了。这些护膝我全要了。全要了。哎呦，宁丫头，你这是撞大运了，这可真是一单大生意。是啊，回家喽。沈大人，这是什么呀？苏记的点心，排队买的。我也不是专门去买的，只是路过顺手买的。也不是我自己排队的，你知道的，我公务繁忙，可没那么多时间。请我吃点心便直说就好，何必絮絮叨叨解释这么多呀？真是对牛弹琴。又走了。宁姑娘醒了，大人他见您睡得香，便先去书房了。快来快来，这是苏记的点心，很难买到的，快来一起吃。宁姑娘有心了。甜不甜？甜。大人，沈大人，
这笋丝真好吃。食不言。他平日里话最多，今日却如此反常，看来是遇见了什么麻烦事，心情不好。他怎么跑到屋顶上去了？上去问问他，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？那时候在宁家村，我和不对，季卓林就是这样坐在屋顶。他腿瘸了还能上屋顶，真是稀奇。我承认，我是有点嫉妒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是嫉妒我们可以在宁家村看到的星星更好看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嫉妒，下回我带你回宁家村，然后我们就能看好看的星星啦。可惜大黄不能陪我了。沈大人，你平时公务忙不忙啊？都要做什么？要不要早点下去休息？公务什么的，不是什么繁琐的事。那你平时都在做什么呀？总有一些不太安分的人，于是我就好心送他们到下面去见该见的人。你人真好。心跳的好厉害，我不会是有什么心急吧？罗大娘，我这几日好生奇怪，总觉得心口慌慌的，没着凉，没受累，平白无故就心跳的厉害，我是不是得了心急啊？心跳的厉害啊！对了，宁姑娘，大娘一直想问，你这般乖巧伶俐，可曾许了人家？还没有的，大娘，我未曾许过任何人。那大娘便告诉你个道理，你若是心里喜欢上一个人，做事会念着他，走路会念着他，就连发呆走神想的也全是他。宁姑娘这般走神，是在心里惦记着谁呢？没有想谁，是今日北风太急，把您炊饼的烟气都吹过来了，熏得我脸热。姑娘啊，光自己惦记无用，你总得探探人家的心意，看看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大娘，我忽然想起府里还有点急事，我得提早回去一趟，今日就先收摊啦。我就是想问问，沈大人可有什么喜欢的姑娘啊？云舒姐姐，你们在玩什么呢？宁姑娘，青天白日的，奴婢们怎好议论主人家的是非？这要是被大人知道了，可是要受罚的。宁姑娘，进来吧，是我。宁姑娘，我看你屋里灯还亮着，猜想你定然还没睡，便冒昧过来找你说几句悄悄话。我确实睡不着，云舒姐姐可是有什么话要同我说？宁姑娘，白日里您问沈大人有没有喜欢的姑娘？唉，说起来，我们夫人为了大人的婚事，真是操碎了心。快说快说！沈夫人曾也在京都住过2年，那2年里给大人相看过许多人家，大人不肯，夫人就要1哭2闹3上吊，闹得府里鸡犬不宁。唉，沈大人都不肯。是啊，后来夫人也没招了，大人只说要自己中意才行。沈夫人为了促成婚事，特意去求了侯夫人，大办了一场马球会，把京都所有适龄的名门贵女全都请了过来，就盼着大人能从中挑一个合心意的。谁知道那日大人倒是听话赴会了，可做出来的事谁都想不到。
的指挥者沈大人吗？哎呀，好好的马球会，怎么来了这些粗人？这逆子！沈夫人莫怪，令郎是个好胜的，只是这马球会，日后还是莫要公务繁忙的沈大人来了吧？啊，沈大人他也太胡闹了！可不是，夫人回府后就骂了大人一顿，决意另辟蹊径，精准撮合。陈小姐饱读诗书，知书达理，读书读傻了，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这般弱不禁风，怕是连我家后院的鸡都打不过。你哟，我小姐这嘴可真是嘴大吃四方啊！这脸圆的可不就是招财气吗？你这个逆子！贺侍郎，我家没有和作奸犯科之辈结亲的打算。沈大人这是什么意思？转天大人就把人家查办了。他眼光是真的很高啊。是啊，宁姑娘，我们大人眼光是高，所以啊，到现在都没娶上媳妇儿。那他应该也是看不上吧。等到了年关，还是快些回家吧，大不了挨阿娘一顿揍。宁瑶，你为何避着我？没有啊，我没有避着沈大人。是吗？沈大人，我要回家了。我知道你攒了一些银子，但是你付了这些时日的房钱，付了吃食的钱，恐怕是分文不剩。你竟然打我钱袋子的主意！你阿娘生了病，你这次回去带不回你的夫君，也带不回去银子，必然是3日一小奏，5日一大奏。你胡说！阿娘才不会揍我很多次。罢了，既然如此，走之前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京都的灵雀楼。你这次进京来，竟没有在最大的酒楼吃上一顿酒，回去左邻右里问起来，你哪里还有面子可争？有点道理。放心，这顿我请。好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？没成想他又忙了一天，等沈大人回来的时候，酒楼都空了。沈大人，夜深了，您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？没什么，吃饱喝足，看了夜景，准备打道回府。恶狗，受死吧！走！神妖，这双手沾了多少人的血，还散得清吗？那丫头是个傻子，她要知道你将我父亲活活勒死在榻上，会怎么想？原是讨债来的，你爹强抢民女，人到老了不知羞，还妄想一树梨花压台花，也不看看他那身板，贵府的床榻价值一何？一起上！老规矩，有冤有仇和阎罗说去吧。快走！不能走，沈大人好心请我吃饭，还给我置办新衣，处处护着我。我若是独自逃走，太过不讲义气。是谁？
大人，您没事吧？你是傻子吗？回来做什么？我刚刚出手帮他打倒刺客，明明是我救了他，他非但不领情，反倒骂我傻。那群刺客实在凶狠难缠，我孤身周旋，侥幸脱身已是不易。小瑶儿，劳你参我一把。沈大人，刚才贼人阴险之极，竟想出手对大人当胸刺一剑，怎料咱们大人身手盖世，以一敌众，整整11名杀手，尽数剿灭，没留一个活口。当胸一剑，你受伤了。你怎能平白误人清白呢？啊！你不晓得上京的规矩多，倘使一个良家男子被女子当着外人的面剥了衣裳，这女子是必须要负责的。如若不然，男子羞愤难堪，说不定会一头扎进河里投河自尽。你千万别去跳河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太担心你受伤了，我真的不是有意冒犯你的。天哪，这般失了体面，这可叫人怎么活呀？有伤在身，又失了体面，往后怕是无人愿意信我，更无人肯为我负责了。我去外间给你打一壶温水来润喉，你安分躺好，切莫乱动。云舒姐姐，沈大人发热了，我该如何给他降温？姑娘取干净帕子浸凉水，敷在大人额头即可，高热方能缓下去。宁姑娘，大人的药熬好了。那季茶林有什么好的？不过一介病秧子，剑不能挑，手不能刚，行事拘谨，全无男子风度，便管整个京都。再无我这帮家财堂后、封神郡帅、忠孝两全，前途不可定量的上好2倍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小媛儿，你可愿换一个妇婿？你快吃药吧。云舒姐姐，我总觉得沈大人他变了。宁姑娘，大人他一直都这样，只是你以前没有仔细了解。昨夜小七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。你就不担心我是为了利用你，才晃你这么些日子？沈大人，我问你，皇帝是坏人吗？你认为他是坏人吗？不过后来大黄被我们卖了换钱，给季说林凑了回京的盘缠。从前阿娘带我进山拜庙祈福，一直念叨陛下仁厚。如果皇帝是坏人，那我们就没有这些东西了。所以，替皇帝做事的沈大人也不是坏人。你们私下买卖耕牛？你知道我管的是什么吗？赵玉啊，黑须伯伯同我说过。你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吗？指挥使啊，沈大人可厉害了。罢了罢了，今日之事，你没说过，
我也没听过。宁姑娘，最近京中传的最多的就是季卓林和林相之女的婚事了。哦，是吗？是啊，听说排场好生大。对了，宁姑娘，你找到你的未婚夫了吗？还没有呢，云舒姐姐。宁姑娘，我私下里同您说一句，沈大人他病了的那番话，我瞧着绝技是真情实意的。病了的胡话哪里能当真？这还没开春呢，桃花就开了。我看我家大人啊，8成是对姑娘你有意的。今日我白得了5两银子，晚上请姑娘吃烤鸭。他8成对你有意，在灵雀楼，沈大人也算是救了我。我想让他知道我的心意。哟，宁姑娘来了，可是来寻沈大人？我来找沈大人，想送给他一对护膝，感谢他的救命之恩。宁姑娘，请等一等，沈大人正在里面处理公务。宁姑娘这绣工真是心灵手巧啊，这小狐狸绣得活灵活现的。宁姑娘可不知，现在咱们镇抚司人人腿上都带着你绣的护膝呢。沈大人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沈大人，这是我特意给您做的护膝，谢谢您在灵雀楼救了我一命。你这人有没有心肝？有这个功夫，还不如卖了赚钱，就拿这个打发我。锦衣卫人手一副的玩意儿，不一样的。旁人买回去的护膝只绣了浅浅小狐狸轮廓，唯独给你的这一副，我细细绣了狐狸眉眼，是独一无二的。你不要就算了，我拿回去便是。行了行了，勉勉强强，算你有心。跟你说一件坏事，我母亲要来京都了，你先出去住几日，我给你订最好的酒楼。小瑶儿，你先躲一躲，待我娘走了，你我的事再从长计议。他似乎迫不及待要将我赶出去。我不急，也不逼你，日子还长呢，你可以慢慢想。就算沈大人真的对我有意，可是沈家夫人眼光是很高的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沈大人又怎么能违抗得了呢？好，我听你的。夫人，您回来了。云舒呢？快叫云舒来见我！夫人，你快告诉本夫人，管家来信说的是真的吗？回夫人，是真的。你确定？确定她是个女家？回夫人，奴婢再确定不过了，而且是个好姑娘。好，好，好，快把她叫过来，让我瞧瞧。回夫人，宁姑娘她现在不在府里。回夫人，奴婢再确定不过了，而且是个好姑娘。好，好，好，快把她叫过来，让我瞧瞧。回夫人，宁姑娘她现在不在府里。不在？那她是个怎样的姑娘？样貌如何？性情如何？你细细说来。她虽然出身农家，但心地善良，勤劳懂事，还很孝顺。这么好的姑娘，能瞧得上她？夫人，我们大人他也不是一无是处吧？听说那姑娘是个实心肠的，她可知道她这锦衣卫指挥使的恶名，知道她手里沾了多少血？这
哟，我当谁呢？原来是母亲大人。不是说京都风水养不起您这等富贵人吗？少给我在那儿贫嘴！我的儿媳呢？母亲大人，您别听风就是雨。你这个逆子，还别听风就是雨！你还未成婚就把人家姑娘接进家中，你如此污人清白，你爹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。你看看你20好几的人了，还不成将家立业？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姑娘上门了，你却把人藏起来，你简直是想气死我！母亲，儿还有公务在身。公务，我早就问过徐北恒了，近来没什么紧要的事，你休想蒙骗我。母亲，儿不过是见他可怜才施以援手，更何况儿住东院，他住西院，往来从不曾越雷池半步。母亲不要自己心脏，看什么都脏。你这意思是瞧不上人家了？唉，我是不愿娶她吗？是人家瞧不上我，你满意了吧？也怨不得人家姑娘眼光好。宁姑娘，奴婢云静，沈夫人有请。沈夫人找我，是为了……夫人吩咐，姑娘去了便知。宁瑶见过沈夫人。哎呦，我的好孩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一路辛苦了。没料想沈夫人竟然是个慈悲妇人，不像我阿娘，动不动便要动板子。这衣裳虽然素净，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你这年纪的姑娘，就该穿得鲜亮些，才衬得起这青春朝气。阿秋那孩子眼光真是不好，挑的首饰都是些俗物，哪里配得上你啊？母亲大人，儿媳妇还没进门，您就护得这般紧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？你瞧瞧你这身打扮，哪有一点正经公子的样子？整日就是黑，跟个活阎王似的。终于有人能制止沈大人那张利嘴了。小瑶儿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阿娘要来上京了。当初只怕自己时日无多，你儿无人庇护，这才舔着脸让人将她送去京都寻令郎。既无父母之命，如今我这身子已经大好，断无携恩图报的道理。这回进京就是要带小女回家。我儿何时去过石州宁家村？亲家，你这是何意？煮熟的鸭子难道飞了？哎呀，这位小郎君怎么也来了神灾？阿娘，这是沈妖。没发烧啊？你这孩子又胡闹，你认错人了。沈大人今日好生奇怪，眼里没有半点散漫，人也规规矩矩的立着。没有认错呀，阿娘。夫人恕罪，夫人恕罪，我们平白受此恩惠，却闹出这等笑话。亲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瑶她没有兄长，沈公子若没有妹妹，不嫌弃，便叫他唤令郎一声阿兄，也算有个依靠。他那婚事早黄了。伯母，此事说来话长。对了，阿娘，你的病是怎么好的？2个月前，宁家村来了一个归乡的太医院院判，他说受了沈妖大人之托，特意前来为我诊病。那大夫医术高明，神医妙手。我原以为自己塌了天的病，没想到不过几日，病症就好转了许多。
身体也渐渐有了力气。伯母初来京都，人生地不熟，我理当尽一尽地主之谊，带伯母出去逛逛。他这人怎样都好，就是嘴巴慎毒。阿娘会不会对他不满？阿娘，你回来了。沈大人他没有惹你生气吧？哎呦，你这孩子，沈大人他可真是个好孩子，仪表堂堂，待人温和谦让，又很会过日子。温和谦让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沈大人吗？瑶儿，阿娘瞧着这沈家小子也是个实心眼儿的。阿娘问你一句，你可是真心喜欢他？阿娘，你若真心喜欢他，阿娘便不说什么了。但若只是因为受人恩惠，觉得他救了阿娘，又给你提供住处，便不要委屈自己。阿娘现在便带你走，家中还有1亩3分地，每年的收成拢起来，我们能还上1文是1文。阿娘，我是真心喜欢他的。宁姑娘，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两家的夫人正在商量您和我们大人的婚事呢。婚事？云舒姐姐，快告诉我，这京都的婚事都有什么讲究？京都的婚事向来规矩多，新嫁娘都是有嫁妆的。不过姑娘不必挂心，人生在世，不圆满也是一种圆满。做夫妻的总要你多一样我少一样，凑一凑才称得上好。你看我家大人命里缺德，不也得了姑娘这样的好夫人吗？我赚的银子，抹掉住的房钱，再抹掉吃食的钱，还给沈大人后，几乎分文不剩了。可沈大人最要面子，我可不能让人知道了笑话他。小瑶儿，可是有什么心事？说出来，本官替你解决。没什么，沈大人多虑了。沈大人，有位侍卫求见，说有人想见宁姑娘。季公子请宁姑娘一叙，如果宁姑娘还肯的话。这是当年我亲手给他缝的，原来他没有失忆啊！在哪儿见？你让他务必等我，我不来，千万别走。是城郊嘉武湖畔的小亭。宁瑶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忽然想叫一叫你的名字。哦，不用等我吃饭了，我今天可能会回来的很晚。这一来一回的，定然要天黑了。府里的马车我都借给童烧了，你怎么去？什么？你这人还怎么成事？算了算了，我走着去。公子，属下已然传话完毕，宁姑娘答应赴约，正踏雪往湖畔赶来，且叮嘱属下，公子务必留在此地等候。总算，他肯来见我了。你可知我为何冒用沈妖之名？当年我奉帝命查办扬州盐务贪腐，查到录像党羽把柄，半路遭人劫杀，捡回性命却废了腿，还被人贬作罪奴贩卖。属下知晓公子过往坎坷，是阿瑶母亲救了我。宁家村那段日子，是我此生最快活的时光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在下沈妖。我仇家太多，早晚要回京复命。沈妖恶名在外，旁人忌惮不敢招惹，借他名号，才能保住宁瑶母女免遭祸事。公子用心良苦。回京后，我接圣上密旨，假意亲近录像之女，暗中取证，奈何天意弄人，阿瑶偏偏入京寻我，撞在了眼前。我这辈子最恨旁人这般轻贱阿谀，可为了打消陆雪莹疑心，我只能亲口说出恶毒言语，委屈她。公子心底一直在后悔。
我怕阿瑶伤心，更怕她喜欢上沈妖，怕真相败露，她被朝堂纷争牵连。我从前只盼快些扳倒陆相，事成之后，就带阿妮重回宁家村，安稳度日。如今陆相倒台，我等到了可以将一切细细讲给他听的机会。可属下打探到，宁姑娘与那沈萧要成婚了。总归，他们还没有成婚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或许，我该不管不顾强留下她，3媒6聘，娶了她。季公子，今日的雪下得可真大啊！我听说你快成婚了，你的新娘子好不好看？对哦，我见过她的，她长得很美，就是人凶了一点。除了这些，阿瑶，你没有别的要说的吗？阿娘当初卖大黄，卖了5两白银，加上家里存的钱，总共给了你7两银子。做入京的盘缠，讨回了钱，我也就是有嫁妆的新娘子了。你教我识字是位好先生，我自是不能占你便宜。我只要4两银子就好，咱们两家都要办婚日了，这个礼金呢就相互抵了吧。是我太迟了。重逢的时候他很没礼貌，现在拿钱出来又抠抠搜搜。燕儿新婚，白首成约。我没写日子，若是之后时间能错开，你要来我和沈妖的婚礼吗？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老板，给我看那对红绳，上面缀着玉石的。哎，好，就这对了。还剩这些钱，足够给阿娘买几副好药，再置办些年货了。沈妖，你还知道回来？沈大人，伸出手来。好了，现在你帮我也戴上。沈大人，这可是我用自己的嫁妆买的。嫁妆？你要嫁谁？你呀。我就知道，一边是故作清高的伪君子，一边是清白立身、踏实稳重、谦重下士的国家栋梁，谁都知道怎么选。这就是我夫君沈妖，天下第一嘴毒之人，让诸位见笑了。